嘿，大家伙早喽！1月14号星期日，今天是我第2个训练日。昨天那个有点强度的30公里跑完，今天轻松跑，所以又把 Osmo Pocket 3拿出来了。前面右拐又是那个大坡，今天还是按照这个路线跑去大阪城，跑到大阪城估计就得有16、17公里了，然后直接回家。昨天直播，感谢大家。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？我一边上坡一边想想。今天跟大家聊聊，你说人都跑马拉松了，还要有饮食焦虑吗？还要有热量焦虑吗？还要有体重焦虑吗？我看好多小伙伴其实都有，我也有，而且特别逗。有几位小伙伴的评论我在看，说本来原来没有，天天听我说完了以后就开始有了，这怎么办呀？真是给大家伙添麻烦了。这边气温忽低忽高，今天又冷起来了，冻得嘴有点不利索。昨天我直播就说这个坡，反正我跟家属2个人骑那种折叠自行车小轮的，一口气是骑不上来的，骑到一半就得推。整个的大阪马拉松只有这个坡，32公里左右，挑战吧。我估计心率直线上升，但是我也不太看这个话题过来咱们聊。昨天也有小伙伴说，今天早上看评论区还有小伙伴问，要看手表告诉你恢复到什么程度，体能什么状况，再去练长距离或者强度什么的。这个过2天咱们聊这事儿。这红绿灯得绕一下了。这相机在低光下的表现就要好得多得多，是吧？就像我昨儿说的，真的特别希望能做效果更好的视频。行，那咱一会儿再聊啊！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小伙伴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和听到的声音都是 Osmo Pocket 3。我的右手在手持，因为今天跑得慢。第一次尝试手持拍，其实是上周的强度课那个6公里的阈值，是有点危险。有的时候想操作，不敢操作，拿不住。我现在的经验就是把那个延长头插上，就不是那个电池延长头，就是普通延长头，带1/4螺口那个，这样握着就会舒服一点。咱们今天看看大阪清晨天没亮之前晨跑的夜景，带引号的夜，现在有微微日出的迹象了。这条路线就是大阪马拉松最后的路线，从这儿开始算，可能还有7公里的样子。路况也还行。至于这个饮食焦虑、体重这事儿，我说说我的亲身的体会，就是越练越焦虑。我一开始跑步减肥的时候一点都不焦虑，一开始跑步减肥的时候我才跑多长呢？跟大家伙分享一下。那个时候是弄了个健身卡，健身房。
我发现我从小就有早起的特质，所以那时候那健身房也是在公司边上。我们9点半上班，健身房7点半开门，我就去了。然后跑多少呢？就跑那跑步机上显示热量消耗到200千卡我就停。那个时候大概是3公里左右，现在看起来呢差不太多，可能稍微差一点而已。而且那时候跑完那么多也就跑不动了，时间也就紧张了，因为还得洗换衣服什么的。那时候是在家先吃完饭再出门的，然后就跑完这200千卡，3公里左右，这一天就玩命吃，比以前不减肥的时候吃的都多，因为觉得真特别饿。但是因为新手福利期嘛，体重直线的下降，那时候觉得好开心啊，可以一直这样了。大家看我昨天发那个动态，那是大概3根肋排，然后大概有2块藕和3、4块胡萝卜，那一碗汤，那盘烧茄子跟家属一起吃，而且是买的那种这边业务超市有那种就处理好的茄子块冻的，就自己不过油，直接速烧，搁西红柿。说到烧茄子呢，小时候家里人跟我讲，我说为什么烧茄子搁西红柿呢？家里人说，第一呢是这味儿还行，第二呢是原来油少，油少呢茄子又特别需要油多，油一少就容易糊，搁点西红柿呢看不出糊来，它是红的，都不知道对不对啊，反正家里人这么跟我说的。就那俩菜，没有主食，没有其他的了。那个汤是1人份，那个茄子是2人份。没看到的小伙伴翻我昨天晚上发的动态，现在就吃这么点儿。那时候刚减肥跑步的时候，大概得吃4个这么点儿。看这是个生鲜市场。什么时候开始有焦虑呢？大概是在2018年跑柏林马拉松的时候。以前我不太知道，就不太关注体重这个事儿，就我也不知道精英运动员大概要到多少。2018年那时候正好是吉普乔格开始大火爆的时候，关于他的数据好多人都在说。那时候知道哦，马拉松他的身高，他跟我一样1.69米，他的身高56公斤，那时候我是65公斤，也可能比这轻一点，反正120多斤。2018年那一年开始控制饮食，开始慢慢的少吃主食，一开始也特有用。那时候刚开始晚餐就是特少主食的时候，大概有1两米饭，这么吃的时候真的受不了，饿，这顿饭吃不好都跟没吃似的。然后就玩命的吃菜吃油，就吃脂肪，也不行，慢慢适应。那段时间也是体重直线下降，一下我就瘦到了118斤。我特别清楚的记得去柏林之前在家称体重是118斤。然后柏林跑回来以后，就还是维持当时那个状态，还是能往下降，但是降的就开始慢了。我记得在2018年底、2019年初要去新加坡之前，我终于有一天上秤，一看112斤，我说好。当时我还发了一个社交媒体，我说终于达到了马拉松精英的体重标准。那时候也是不自量力，那时候成绩根本就不是马拉松精英，只是想把能做的都做了。
真正开始有大规模的饮食焦虑是在新加坡的时候，也可能是那段时间情绪不好，再加上饮食有大的改变，因为在那边吃，大部分时候你要是出去吃，像那种食阁什么的，大家去旅游过应该都知道，都是面和饭的套餐，都是碳水加碳水，然后超市自己买食材做呢挺贵的，就少吃。那一年开始饿自己，有的时候。那一年是真的焦虑，尤其是那个夏天。那时候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不在家吃，出去吃吐司，那一个大的厚切吐司，我能一下全塞嘴里，就馋的饿的，到那状态。现在想想其实不好，但是我还是坚持我那观点，小伙伴们，尤其是练得好的、练得多的，练得越多焦虑越大，各方面的焦虑会越大，这个避免不了。但是呢，这也是让您心理变强大的一个过程，我认为对我就是这样。我经历过这么几年，从2019年到现在已经4年了。我到去年2023年的冬天我就好多了，我就觉得我应该怎么吃，我就吃这么多，不能太撑，不能太饿。然后呢，我配合我常规的训练，而且您饮食焦虑多半是来源于训练改变的这个过程中，就是在加跑量，比方说像我前几年一直在慢慢把训练量往上加，因为训练水平在提高嘛，对吧？这个过程中你自己拿不准，你已经规律训练了1-2年，就是已经达到了自己一个不错的状态，就像我现在这样的时候，就已经摸清楚了自己了，自然而然的焦虑不会降低，但是办法变多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我就有办法了。有办法了以后呢，你一直在一个可控的状态下，就没有太多东西触发你的焦虑了，就不会让饮食焦虑爆炸。像为什么有的时候小伙伴们说想暴饮暴食一顿或者怎么样，他其实还是在平常的过程中没有找到那个相对的平衡点。有的时候呢，您可能这段时间吃的太干净了，那就想暴饮暴食。一想暴饮暴食呢，就会有2种心理。一种心理是觉得自己好委屈啊，真想吃忍不住。还有一种心理就是害怕，不敢吃，又知道自己控制不住，吃了以后又会有罪恶感。这就说明呢，您可能之前调整的有点过了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是每天也挺刻苦的练，但是呢，稍微有一点管不住嘴，导致呢体重是一个缓缓上升的状态，是焦虑。但是呢，又不想放弃每天那一点点小的甜头，对吧？这我都经历过。这2种都没有什么太好的直接解决的办法。我看这个都不会有什么太直接的办法。这个叫我不知道从哪边往哪边念。天黑大成印应该是这么印哦，它这可能是个印章的造型。这2种就是靠慢慢的摸索。比方说您是第一种，就老想暴饮暴食一顿，这其实好办，平常稍微多吃一点。如果您是第2种，挺难办的，就是每天老得多吃那么一点点，导致呢又有罪恶感，又没吃痛快，体重还往上涨，训练压不住。这种我其实也经历过。我当时对付他的办法就是调整一下饮食结构。这样的话呢，你比方说我原来假设啊，咱们就举个不恰当的例子，原来以纯中餐为主，每天吃那么多，你调整一下，你这段时间你做点西式的或者干净的，它可能
你的预估的多少就变了，慢慢你就调整过来了。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再想办法增加一点训练量，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说，包括我现在的跑量，其实还是有余地。这2个小办法。最后呢，就是怎么说呢？饮食焦虑不可避免，不管您是否锻炼，很多人到了中年开始发胖，都会有饮食焦虑。你们看那些把自己吃成大胖子的人，而且还不停吃的人，他其实也焦虑，只是说他没办法。不管是吃的太多还是太少，都不希望大家变到没办法的时候再想办法，那就真的太难了。所以千万别听了我说的就开始饮食焦虑的厉害，也不要呢完全不当回事儿。我之前好几期都说过，不管是生活还是训练，包括咱们这个小频道的内容，我都是在不断的时不时的纠偏一下。有时候不顺其自然才能有更好的结果，就是在这些事儿上。而该顺其自然的呢，就是在训练上，比方说不要纠结跑姿啊，不要纠结哪儿落地啊，这些不用纠结。但是生活上，我觉得对跑者来说，规律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一环。至于规律到什么程度，自己摸索就行了。因为大多数时候，规律的生活只是自己心里的一个安慰，让自己觉得自己活得还不错。其实我们做很多事儿，我分析都是这样，大多数时候都是。你无论是吃顿好的还是买个东西，其实最后归根结底给自己的心理暗示就是，我过得还不错，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，或者基本满意就可以了，好吗？今天跟大家闲聊聊这个事儿，咱们也看了看大阪的晨景，现在已经很亮了，看看几点，6点44。行，那咱待会儿再聊了啊！加油干，加油干！1月14号星期天清晨7点28，训练结束。好久没有拍夜景了，带引号的夜啊，晨景，因为受相机设备的感光的限制，今天终于拍一回。今天还是21公里，一个半程马拉松，第2个训练日，但是几乎就是轻松跑，平均配速5分04，最快跑到后边几公里，最快1公里是4分23，平均心率133，还行哈。今天跑之前，就是我现在那种强度训练之后，比方像昨天的30公里，或者是周3的强度课之后，第2天其实在运动之前是没有身体疲劳的，但是运动表现呢会下降，跑着跑着呢会觉得有点累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感觉。我去年还不这样呢，去年如果前一天是强度训练，那第2天起来就觉得特别累。所以这个就是训练量的积累。你说我500公里那一年跑了1年，其实变化不大，并不是因为没有用，是因为还没到时候。所以马拉松有时候说那是挺残酷的哈。我原来老说以年计，其实可能映射到我身上都得以2年计，因为我不是那种特有天赋的那种人，有的有天赋的跑者1年就能提升好多，但是这给大家也是心里打个底儿，对不对？您看我这样2年可以有一个训练状态的变化，那您说不定1年、1年半、半年就可以有。今天跟大家聊聊饮食焦虑这个事儿，还是大家往开的想，什么事儿都是，就是我们最好不要因为做了一件好事儿或者一个对的选择，带来更大的问题。这也是我自己理智的安慰自己的时候说的话，虽然有的时候不是太管用，但是好像也只能如此，是不是？行吧，今天周日就彻底休息了，也不做工作了，把视频处理完，
然后跟家属出去转转，好吗？然后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一起努力冬训，加油干，迎接春天的比赛，春天就有好成绩了，好吗？咱们明儿见。